大家好，我是 Tiny，今天给大家录制一个小案例，我们先来看一眼就是这样一个球体与这个毛发交互的一个案例。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案例，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案例学习到 Vellum 模拟系统里面就是不同约束的物体是如何进行一起参与模拟的，以及这个毛发的一些基本的设置跟渲染。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来设置一下这个球体。球体的话，就是它是基于在一个一开始从上面它是有一个随机的分布，然后落下来与这个毛发有一个碰撞的一个交互，所以我们先要让球体在场景当中要那个随机的分布一下，所以我们先在一个球体里面撒点。这个球体的话，撒点的话是在一个经过 mountain， 就是加噪波的那个表面撒点。这里是撒了8个点，然后通过这个 attribute adjust float 来控制一下它的那个球体的一个大小，然后将左边也就是原始的球体，我们要克隆到这些点上，对吧？注意我们在克隆的，在这个 copy 这 point 之后，这个球体是不能够有碰撞的。在模拟之前，就是我们有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第一是 Vellum 这个 polygon， 我们尽量让它保持成三角面，这个是最官方介绍里面是最标准的一个模拟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在这个球体的设置这一块是将它改成 polygon， 它就变成三角面。另外一个就是在模拟之前，我们需要把这个 UV 设置好，否则你后期再去设置 UV 的话，有些是可以的，但有些比较麻烦，所以我们尽量在前期的时候将这一步设置好，使用 UV texture。我们点开看一下，然后选择这个 Polar 这种投射方式，然后就有一个 UV。其实我们实际在最后的渲染的过程当中，是因为是使用的是玻璃渲染，它是没有用到的。但是这个标准的流程我们需要清楚。克隆之后，我们要注意看，这个默认的 UV 属性是保存在这儿的，所以我们在之前的那个课程当中也讲过，就是因为我们需要使用到球体本身自有的一个 UV， 所以这个点上的属性是不能够带有 UV 的。如果有的话，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将这个 UV 这个属性删除掉。在这个地方需要把这个 UV 选出来，删除掉，我们往下走。这个时候我们给它设置一个组别，因为我们需要跟右边的这个毛发区分开来。我们在渲染完之后做一个 split 的分离。好，我们球体的话，我们这个球体是可以看到这个球体的模拟是比较硬的。比较硬的话，我们选择的是这个 strut body， 就是它有一个预设strut soft body， 它会默认就会把这两个节点生成出来，所以它实际上是有一个 vellum cloth， 也就是一个布料加上这个 vellum struts。 这个 struts 其实我们按 W 可以看到，这个 vellum struts 也就是可以理解为让这个布料给布料的这个物体中间添加这个支撑的一个骨骼结构。我们在模拟的展现上，就是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它的模拟就会更加的硬朗。我们主要用到的是这3个参数。第一个参数就是它的，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中间这根线
就是一个方向性的一个变化，一个随机变化。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点数的增加，也就是支撑的这个线数量增加。在模拟的结果上它就会显得更硬。然后 detach point chance 就是随机删除其中的这些支撑线。seed 就是改变它的一个随机的这些线，这个就没有用过。然后就是将它 velum pack 一下。我们在多个不同 velum 约束的物体进行那个模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最正规的办法就是将它们在设置完这个约束之后，你像这个案例里面就是毛发跟这个布料球体的一个模拟，设置完之后，将它们 velum pack 一下，然后再将它们 merge 到一起之后，再将它们 unpack 解包，再进入模拟。我们可以看到，在有些教程当中，它可能是这样操作的。将这个 geometry 跟 velum geometry 分别接入。这种情况呢，也是可以模拟的，但是我在使用的过程中是出现过问题，就是它模拟的情况有些不准确，所以尽量还是使用这个 velum pack 的方式。但是你要说最完美的方式的话，就是比如说你需要对每一个约束的物体要设置一个组别。通常我们在这个 unpack 之后，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操作。你比如说这个球体掉下来之后，一定要粘住这个毛发的话，我们可能在这个后面使用 velum constraint， 是吧？比如说使用一个 glue。当然，这个节点，像如果在模拟当中发生的话，我们需要将这个节点放到内部去操作的。我在外面只演示一下，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要选择精准的选择我们要的组，我们再去操作。这种情况下是100%没有问题的。好，往下走。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毛发的设置。毛发的话，其实这个地面上我们是在这上面是生成毛发，我们是没有用到这个 UV 的。就是惯性的话，我们会有这样一个操作，是吧？给一个 UV， 然后使用 Here Generate 生成毛发。生成毛发，默认的话就连接到第一个接口，静止的皮肤上面，然后这个密度控制下它的那个数量。最重要的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长度，修改一下它的长度，以及它的这个分段，你可以根据情况，就是每个毛发的分段。这里我是用了它的一个默认。这个毛发的设置的话，因为我们最终的结果是毛发的数量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毛发的模拟通常是使用比较少的毛发数量进行模拟之后，在后期通过一个将这个前期模拟这个毛发作为一个引导线，然后在后期让它的数量变多，得到新的毛发，来去完成这个最终的一个渲染。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数量，我们要选择一个比较合适的数量。因为它太多的话，肯定模拟的速度会比较慢嘛，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我们后期会有这样一个操作，所以我们需要在前期的话给到一个这个 rest 这个属性。这个地方如果不给的话，这个地方会有一个黄色的报错，给到一个 rest 属性，然后同样的也设置一个点组 group expression， 就是它会将
有一些默认的一些预设，来得到这个你想要的组别。像这里面就有一个 vertex prime index， 就是它会选择到这个每一个 prim 上最初级的那个点，也就是0号点，作为它的一个点组。这个点组我们就将它拼在这个原始的位置上。然后 volume here 是吧？这个是比较常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我们修改了一下它的一个粗细，你可以看到默认，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粗细，看到没？比如说，注意观察，你看它这如果粗细的那个程度变大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重叠。所以我们可以前期手动的话设置一下它这个粗细，尽量让它不要有这个交叠的情况出现。虽然我们如果设置的这个值有这个交叠的情况，它实际上在模拟的第一帧开始，它会有一个运算来避免这个交叠，会修改一下它的这个粗细。但是我们可以尽量在前期的时候就做这样一个设置，修改一下，然后将这个点组固定到 permanent， 就是永久固定。然后修改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强度，那个 bend 的一个刚性，不要让它那么软，以及修改一下，提高一下它的 damping ratio。这个东西提高之后，它就不会很晃，就提高一下它的阻尼嘛。再给了一个 glue 约束，就是让这些毛发之间有一个相粘连。这样我们在模拟的过程中，这些毛发就不会四散飘散，是吧？我们可以给一点点这个 glue， 把它的这个 stiffness 往下降一点点。同样的也是 volume unpack， 将它们聚合到一起。我们在模拟的时候，然后这个地方是第3个端口，我们连接了一个碰撞体。这个碰撞体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模拟的过程中，让这个毛发跟这个球体不要离这个我们的视觉中心太远，就让它尽量保持在这个正方框之内。好，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模拟。我们最终这个效果是，就是我根据调整，它是让它的模拟的速度加快，所以我们在这个 time scale 这个地方提高了一下它，然后增加了一个子步帧，基本上把这个重力改为0，然后我们进入到 DOP 里面，给了一个基础的风力。这个风力的话，只影响这个毛发，给了它一个向上的一个力，同时给了一个噪波力。然后这个噪波给了一个增加了它的一个噪波的一个尺寸大小吧，可以说。同时这个尺寸大小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风力它就不会它这个范围可能就。你如果是这个尺寸比较小的话，它可能就是这样一圈一圈的影响；如果比较大的话，就是这样一大圈一大圈产生这个噪波力。然后这个 pulse length 就是让这个噪波的时间频率的话就没有那么快，这个越高的话，这个噪波的频率就会慢一点。我最主要调的也就是这3个参数，可以说就这3个，没有其他的。然后这个 pop force 呢是专门来控制这个球体。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单独设置组，也可以通过在模拟当中单独控制某一组物体的它的一个运动。这个是因为我们外面没有给重力嘛，我们单独让它在落下来之前，就是这个 y 这个方向在大于4的时候给了它一个重力，是吧？往下走。然后如果这个距离在 y 小于4，
它的这个 y 轴的方向小于4的话，这个重力就消失。所以我们在这个结果上就是它一开始有一个下落，然后 y 等于4差不多就是这个方向，是吧？到这儿的时候，然后它就会这个重力就消失，然后它就会接收到一个，看一下，那小于这个值的话，小于这个5的话，我们就会给到一个噪波力，是吧？它重力消失，噪波力，然后它中间有一个4到5中间有一个重叠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在最后模拟的时候，它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晃动的一个效果。然后同时，这个 pop drag spin 就是让这个球体在模拟的过程中不要有强烈的这个旋转。刷新一下，所以它就会这样一个效果。然后我们删除不必要的这些属性跟组别。这个地方因为保留了很多的这些属性，因为毛发的原因，所以这两个属性是很重要的。还有这个 rest， 为了让它就是在后期来使用引导线增加它的这个毛发量，我们通过 split 将这个毛发跟这个球体我们把它分离开来，是吧？然后这个连接到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吧，将它毛发量增加，就是还是 hair generate， 是吧？其实跟这个是一个节点，然后它主要连接的是第一个，它的一个静止的一个皮肤，有生成毛发的这个表面嘛，然后第二个连接它的一个引导线，这个是它的这个其实在这个地方，可以不使用，它是寻找这个引导线皮肤表面的一个属性，是吧？然后我们需要用到的传递过来的有什么属性呢？是吧？主要是这个 V 这个地方的话，主要是这个 V， 因为我们如果要做运动模糊的话，对吧？需要让这个所有的毛发都要带有这个引导线的这个 V， 对不对？这两个的话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 hair clump 的话，需要读取到这两个属性。hair clump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第25帧，它本身其实已经有这样一个毛发增多的效果，对吧？这 clump 就是毛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特性，就是让它成束。我们看一下，你看，如果我们没有不调整这个 blend 的话，它就不会聚集到一起。你看，它有一个聚成束的一个情况，对不对？你尤其观察这个头部，是吧？对不对？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我们最后的一个渲染效果的话，就是看一下它就有一束一束的，只不过这个束的这个大小，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 clump size 嘛。看一下这个 clump size 在这失效，应该是因为由于它是根据这个引导线来去控制它的这个乘数的大小，因为这个引导线比较多嘛，所以它乘数的数量就比较多，然后呈现在视觉效果上就比较细。你如果说我们的引导线的数量比较少，但是这个生成的毛发量很多，所以它就会乘数就会感觉很粗很粗。然后我们因为
它这个点现在比较少嘛，不够顺滑，所以我们 resample 一下，将它的点数增多每一个。然后这个 Curve View 的属性也都是为了方便后期的一个渲染的，有从下到上的一个属性的映射。然后 Guide Process 就是控制一下它的一个对它的一个长短给予了一个随机。这个模式是相乘，就是它相乘原有的一个长度，做了一个乘以 0.8 跟 0.1， 有一个长短的一个区分。然后这个width 是控制它的一个粗细，这个是用于渲染的。这个粗细的话，它本身它有这个属性，就是在毛发生成的时候，它是有这样一个属性的，在这个地方已经赋予了。我们看一下，你看，然后它默认它是有做了一个属性的一个映射，也就是它底端的毛发是最粗的，然后在顶端是为0。你看从视觉上这可以看出来一点点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如果要渲染的话，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做调整的。你看这个地方我是细微调整了一下，将顶端没有变为0，提高了一点点。然后这个地方我给了一个Clump ID 的随机颜色，将它赋予到一个点属性，这个也是用于渲染的。这 Clump ID 是怎么来的呢？它就是根据这个引导线，注意引导线，你看这是12594， 12593加上0号，也就是12594，所以它这个地方引导线实际上是12594根，这个 Clump ID 也就是12594。我们乘数嘛，不是乘数嘛，所以对每一个新生成的毛发，它都会聚集到这个引导线附近，然后它有自己的一个 ID 数。我们将这个 ID 做了一个颜色随机，也是用于渲染的。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这个球体的话，就是只做了一个subdivide， 也是将它的点数变多，这样它就会更顺滑嘛，它的表面。这基本上就是模拟的一个过程，还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模拟完之后，我们进渲染，我们把这个最终要模拟的这个部分放到 Object Merge， 是吧？这个渲染就有4个部分，一个是毛发，一个是球体，一个是它这个边缘，也就是这个边缘，最后一个是地面。毛发的渲染的话，给了一个 Render Polygon as Air， 就是将这个线渲染成毛发。灯光的话就只有2个光，一个是一个环境光，一个是一个主光源。这个因为涉及到玻璃渲染，所以这个地方有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为了让玻璃显得更通透，那么你的 HDR 的选择上就会很讲究。怎么说呢？就是你的 HDR 里面含黑的部分就不应该太多，否则你的这个玻璃球它就会显得比较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看一下这个 HDR， Meta 010，你看，它只有一点点黑，对吧？我们看一下材质，材质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毛发，然后调整一下它的颜色。这个颜色主要是通过我们给予的这个 CD 嘛，也就是将 Clump ID 印成 CD 之后，然后调整了一下它的一个伽马值，然后与原始的这个 UV 的嘛，就是 Curve U 从底到上有一个属性嘛，我们将它映射为蓝色到白色，然后与这个 Clump ID 的这个 CD 混合了一下，所以它呈现了这样一个颜色的一个变化。我们将这个变化的颜色再映射到
这3个颜色，这3个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毛发的一个颜色。然后地面的话，跟这个边缘的这个其实用的都是 Bridge 里面的一个贴图，一个材质，同一个材质，只是调整了一下它的一个尺寸的大小。就是这个。我大概讲一下，就是如果我们有这个之前上节课提到的那个 OD Tools 的话，我们想可以快速的连接到这个材质球，这样这个贴图可以通过当我们选中这个 Standard Material， 然后我们将3个贴图这样拖进来，它会自动连接。然后我们按下 L 做一个排列，你看它就会连接到它的位置，本来的位置。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它的色彩空间。你像这个颜色的话是 sRGB， 其他的话改成RAW就可以了，是吧？就可以快速的设置这个材质。这个渲染的话，就是因为涉及到玻璃嘛，所以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提高一下它的这个追踪深度，将 combine 和这个 refraction 都提高一下。这个的话其实可以不用改。然后渲染的一个参数的话，就是一个默认的一个采样，也不是默认采样，是我非常长的一个采样，128跟512。对，这就是这节课的内容，谢谢。